要复婚吗？魏无羡坐在角落里发呆，机械般的把酒灌进嘴里。他手放进口袋，摸到那个随身带着的婚戒，脑海里一直是蓝忘机表白的话语和真诚的眼神。既然互相喜欢，就在一起啊！哪有一开始就合适的两个人，不都是需要磨合的吗？蓝忘机那么闷的人都跟他表白了，他还有什么理由停滞不前呢？老公不爱说话，他说话就行了。清淡的饭菜不喜欢，他自己准备一瓶辣椒酱也可以。蓝忘机要加班回不了家，那就去一起在公司吃盒饭。蓝忘机不肯主动要他，他就把自己献上去，反正自己脸皮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既然喜欢，那就不用考虑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以前总觉得蓝湛讨厌自己，才总是想办法回避他，但如今，魏无羡将戒指拿在手里把玩，这是那年蓝忘机亲自设计的婚戒，没有过多花哨的装饰，跟蓝湛人一样，简约高雅，内敛稳重。酒吧里光线昏暗，但魏无羡还是敏锐地发现内侧隐隐约约有什么痕迹。结婚前，魏无羡只见过设计图，婚礼时稀里糊涂就被蓝忘机套上了戒指。这2年来，他没取下来过，也没注意过内侧还有什么装饰。魏无羡把戒指拿起来凑近一看，发现上面刻了2个小小的字母 WY， 和兔子别针后面的字母无论是字体还是大小都一模一样。云深珠宝，魏无羡思绪翻涌，这枚婚戒是云深旗下的珠宝店定制的。魏无羡摘下胸前的别针，拍张照片，打开微信给蓝景怡发了过去。不等回复就迫不及待拨通对方的电话。二夫人，我已经睡觉了。蓝景怡迷迷糊糊的，都忘了魏无羡已经和自家总裁离婚了。魏无羡也没管他，直接大声说：景怡，快看看我发给你的别针，是不是在你们那里定制的？什么时候定制的？哦，好，我看了微信上给你说。蓝景怡好像终于清醒过来。魏无羡已经没有耐心坐在酒吧里等景怡的消息，四周乱糟糟的声音让他心里发慌。他招呼也懒得打便直接跑了出来，随便拦辆车就报上蓝忘机家地址。蓝景怡随后发来了语音，内容简单粗暴：这不是去年你们结婚1周年纪念日蓝总亲自设计的别针吗？二夫，哦，魏经理，你大晚上逗我玩吗？魏无羡赶紧回复。蓝湛什么时候来取的别针？蓝景怡也立刻回复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镶嵌的宝石送晚了，蓝总是结婚纪念日当天才拿到成品的，还让我提前订了纪念日蛋糕呢。是二夫啊，魏经理你最喜欢的那家蛋糕。所以那天早上她没有任何表示，因为礼物还没有准备好。自认为得不到丈夫重视的魏无羡晚上独自出去喝酒了，而蓝忘机却拿着别针和蛋糕在家里默默等待。这都什么事啊？魏无羡又委屈又替蓝忘机委屈，忍不住大声嚷道。司机吓了一跳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飞驰着往蓝忘机家开去。魏婴没有换锁。一向对酒味比较反感的蓝忘机，此刻却只想就这样抱着魏无羡。可是为什么打不开？魏无羡委屈巴巴地说，还试图挣扎着拿魏家钥匙去试。拿错钥匙了，魏婴。蓝忘机耐心解释，就跟2个人一样，拿着错误的钥匙是开不了锁的。但是魏无羡不一样，他手里还有另一把正确的钥匙。怀里的人终于不再挣扎，魏无羡低着头很沮丧的样子，但下一秒又猛地抬头，一把抱住蓝忘机的脖子。蓝湛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们去复婚好不好？魏无羡急切地说，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还有得救，我喜欢你，我不想就这样算了。你也说过，一切都还不晚，对不对？不晚，魏婴。蓝忘机也忍不住有些急切地回应对方，积压在心底的感情漫溢而出，他没有半点犹豫，低头就吻住魏无羡的嘴唇。魏无羡全身上下都在发颤，每一寸肌肤似乎都想和蓝忘机贴得越紧越好，鼻腔里充斥着好闻的淡淡檀香味，加上酒精的作用，还未真正做什么，就已经浑身燥热，双腿发软，只能靠着蓝忘机的支撑才勉强站稳。蓝忘机拦腰将魏无羡抱起放在客厅沙发上，魏无羡终于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好，胸膛抑制不住地起伏，2只手紧紧拽着蓝忘机，生怕对方就要离开。又去喝酒了吗？蓝忘机帮魏无羡脱掉西装外套，
又解开领带和前几粒衬衫扣子。怎么？魏无羡拽不住蓝忘机的手，就去拽对方领带。蓝总又要说教了。不是。蓝忘机被拽得被迫俯身，双臂撑在魏无羡身侧，两人 xxxxxx， 空气都变得燥热起来。怕你喝醉了，怕你喝醉了。一时头脑发热，才来找我。他可以等到明天，等魏婴酒醒后再。魏无羡今晚虽然喝了不少酒，但脑子一直清醒的要命。知晓对方心意后，蓝忘机的一言一行竟然都能看出别样的意思来。他抬起下巴，吻在蓝忘机的嘴角，